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太敢变了，中性扮相惊呆全网，这谁能认出来？帅得不讲理。赵丽颖突破性演绎民国女作家，超短发造型雌雄莫辨，引爆热议。从柔美到冷艳，她用演技重新定义角色魅力，连眼神都透着狠劲。这不仅是发型改变，更是一场颠覆性的表演蜕变。赵丽颖又上热搜了，这次是因为新电影降元弄悬案。你敢信吗？她剪了一个民国短发，结果直接雌雄莫辨了。网友炸了，这还是赵丽颖吗？帅到不敢认。说实话，第一次看到剧照我也没认出来，真的完全不敢相信。这种超短发造型，多少女明星尝试过，惨烈程度可以写一本血泪史。陈松伶、袁洁莹当年短发惊艳，直接封神。后来呢？短发就成了他们的标志。但赵丽颖不一样，她这次是突破性演绎，角色设定是双面人，长发优压，短发冷艳，直接把性别界限玩没了。谁能想到那张柔美脸蛋儿，剪了短发还能有棱有角？赵丽颖这次真是演什么像什么，连剪头发都能变脸。你细看她短发造型，眼神犀利，气质里多了一股狠劲。这就是演技吧？没有演技，敢剪这种发型就是翻车现场。但她偏偏稳住了，不愧是赵丽颖，演技派的名号不是白叫的。电影里的民国女作家西林，据说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复杂到什么程度？连演员本身都要挑战个人形象。网友说他帅得像个少爷，这评价够绝吧？少爷影都快成外号了。还有人调侃赵丽颖都能演男主了，其他小生怎么办？讲真，这种短发造型放到其他女明星身上，估计撑不了3秒。赵丽颖能扛住，靠的绝对不只是颜值，还有气场。气场这种东西，不努力还真培养不出来。如果只是漂亮，早就淹没在一堆流水线女星里了。但她不是，她是能演出角色灵魂的那种演员。电影还没上映，这组定妆照已经火了，网友疯狂转发，纷纷讨论她的雌雄气质，评论欧差点炸穿。有人感叹民国风真的适合赵丽颖，她剪短发还能帅成这样。还有人不服，不就是换个发型吗？大家至于这么夸吗？但事实摆在眼前，短发赵丽颖真的有点独特。娱乐圈的女明星，谁不想尝试多样化？谁不想突破局限？但敢挑战短发造型，还能驾驭，还让观众买账，这才叫厉害。再看看那些短发失败的案例，简直是教科书式踩雷。赵丽颖这次稳稳地避开了所有雷点，还顺便刷了一波存在感。你以为她只是剪了个头发？不，她是在塑造角色。从民国女作家到雌雄莫辨，这就是演员的魅力。有网友说赵丽颖这次是把颜值和演技都摆到了天花板。是不是天花板不好说，但她这次确实惊艳了大众。有人提到，这可能是她转型的一次试探。你觉得呢？从甜宠剧到悬疑电影，赵丽颖的选择越来越大胆。所以问题来了，赵丽颖的演技能扛住多样化吗？这部降元弄悬案会不会成为她演艺生涯的新高峰？还是说，只是一次形象上的小突破？毕竟光靠短发帅气是没办法撑起整部电影的。但以赵丽颖的实力，难道还需要担心角色驾驭问题？时间会给出答案。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评价。赵丽颖这一次的中性造型再次让观众惊掉了下巴。从过往的古装女侠到现代都是丽人，她始终游刃有余。而如今她以一袭干练利落的中性扮相惊艳亮相，再次打破大众对她温婉甜美的固有印象，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她的刻板认知。这个造型不仅造型风格大胆前卫，线条利落干净，更让人惊叹的是她那张仿佛可以适配任何风格的神颜，无论是温柔、坚毅、
还是英俊冷酷，她都能轻松驾驭。而这份雌雄莫辨的俊美，不是刻意扮帅，而是深入到神情气质之中，是从角色气场里自然散发出的魅力。这套造型中，赵丽颖没有选择传统意义上的男装，而是通过中性化设计的服装与妆容，将女性特质弱化，同时注入一种硬朗而冷峻的气质。她的五官本就立体，面部线条清晰，在光影的勾勒下，更显英气逼人。整套造型中，她目光坚定，神情从容，那种性别模糊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让人不禁联想到荧幕上那些经典的雌雄难辨角色。网友调侃：这不是变装，这是开挂。哪怕不说一句话，气场已经把人秒了。从造型到神态，她不是在模仿男性，而是在用角色语言诠释另一种性别边界的松动与融合。这种高级感，正是她演技和审美不断进化的体现。而这一变化，也预示着赵丽颖的表演思路和创作态度正在不断突破。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盛明兰，到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再到在风中盛开的冷峻军官，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对自我边界的重构。此次中性风的呈现，更像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艺术实践。它不再追求单一维度的美，而是开始挑战多维角色中深层的人性表达。这种去标签化的过程，对于一个曾被标签为傻白甜苦情女主的演员而言，是极其勇敢和难得的。而赵丽颖则用行动证明了，她不只会演姑娘，更能诠释人物。在这个看脸的娱乐时代，很多演员会选择安全区，维持人设，持续输出固定风格。但赵丽颖显然不满足于此，她敢于用自己的外形去解构固有印象，敢于让观众认不出，敢于挑战不被预设的角色。这份敢，是她职业素养的体现，更是她对演员身份的认真尊重。在中性造型的经验背后，是她团队对造型、摄影、灯光、整体语境的把控能力，也是她个人对镜头语言的熟练掌握。只有真正理解并信任角色，才能让观众信服他就是这个人。此外，这个造型也意外唤起了许多观众对性别表达的思考。在评论区里，除了对赵丽颖外形的惊叹，更多的是讨论她带来的性别解构美学。有人说，她在用美貌挑战性别刻板印象；有人说，她让我想到某些漫画里那种令人着迷的中性角色，超越性别，只剩人格魅力。这正是赵丽颖厉害之处，她不仅仅是变装，更是用表演语言打通角色与观众的精神连接。她呈现的是一种更包容、更开放、更自由的审美视角，让观众开始重新思考女性演员的表现维度。当然，这样的突破也并非一蹴而就。赵丽颖的进化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她历经多年在影视行业的沉淀，早期扛剧、磨戏，接受质疑，被标签、被低估，但她从未停止学习与尝试。从以往作品中对苦情角色的精准把握，到现实题材中对人物命运的深刻挖掘，再到如今对风格化人物的大胆演绎，她的表演跨度已经越走越宽，越来越立体。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与过去的自己说再见的过程，而这一次的中性扮相，更像是一场彻底的蜕变宣言。它可以是英姿飒爽的她，也可以是风情万种的她。对于粉丝来说，这种蜕变无疑是一种鼓舞与惊喜。看到她不断尝试不同角色、不同风格，仿佛自己也在陪着她一起成长。而对于大众观众而言，这种表演的多样性与审美上的开放，也让赵丽颖的国民形象更加多元，更加真实。这不仅是她个人魅力的升华，也是整个华语演艺圈在女性表达上的一大进步。在以往女性要柔、要美、要顺从的审美框架中，赵丽颖用一套中性造型告诉所有人，女性可以拥有任何样子，只要她自己愿意。双引号。在未来，我们也期待赵丽颖继续在多元角色道路上不断探索。她可以是冷峻的警探，
是温婉的妻子，是凌厉的反派，甚至是雌雄莫辨的侠者。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只能靠甜美形象走红的小花，而是一个真正可以塑造人格的演员。他的帅不止于外表，他的变不止于造型，他的演更是一种持续的创造与表达。这份力量值得被看到，也值得被尊敬。最后，想对所有关注赵丽颖、关注华语女演员多元发展的观众说一声，感谢你们没有因为刻板印象而否定演员的多样表达。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才让更多像赵丽颖这样有野心、有才华的演员，敢于突破形象边界，敢于不断挑战自我。演员的魅力，不只是光鲜亮丽的造型，更是他们在每一个角色中的全情投入与真诚传递。而我们作为观众，也应学会以更宽广的视角去欣赏他们的努力。赵丽颖的这一次中性造型，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的她会以怎样的方式再次让我们惊艳？我们拭目以待。从顶流到顶级玩家，王一博的野心，娱乐圈早已追不上了。从顶流偶像到极限探险者，王一博用玩命式突破撕掉标签，雪山登顶、战机特技、韧带撕裂仍坚持练武，以疼就对了的狠劲把每个角色活成人生。当别人争抢热搜时，他默默征服街舞圈、军迷圈，甚至让 Discovery 抢着合作。真正的顶流不在话题榜，在无人踏足的旷野。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好像不怎么在娱乐板块儿瞧见王一博那小伙儿了？以前那可是走到哪儿都自带热搜体质，随便发个动态都能引爆全网的顶流啊！可眼下呢，别的人还在为了抢个头条挣得头破血流，他倒好，直接跑去登雪山、爬冰川，甚至开上了战斗机，还一不留神儿拿了个美国电视奥斯卡的金奖。这操作是不是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少人就嘀咕了，王一博这是不是要退圈了啊？怎么越来越不务正业了呢？不扎堆儿上综艺，不搞那些捕风捉影的绯闻，连微博都发的佛系了，这在咱们看来，可不就是消失了吗？可要我说，他哪是退圈啊？这小伙子分明是换了个地方玩得更狠了，而且把新赛道玩成了顶级玩家，玩到让原来那个圈子都快跟不上他的节奏了。这波操作真是绝了，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转的。回想一下，2019年那会儿，他是《陈情令》里那个清清冷冷、自带仙气的蓝忘机，也是街舞舞台上一身酷劲儿，把气氛燃到炸裂的队长。那时候的他就是舞台上的王者，光芒万丈，那可是真刀真枪的干出来的。可到了2024年，你再看看他，摇身一变成了纪录片探索心境里那个风餐露宿、挑战极限的探险者，爬上了海拔5000多米的港石卡雪峰。你知道那地方意味着什么吗？高原反应能要人半条命，呼吸都困难，他愣是顶着那种生理极限，一步一步登顶了，这叫真不是闹着玩的。据说他登顶的照片都成了当地的地标，你说这是啥概念？拍《长空之王》，演示飞员，那更是玩真的坐进真飞机里，体验高难度机动动作，什么阴脉慢机动、加力盘旋，还要硬扛着过载带来的巨大不适，360度旋转，吐了就擦擦嘴继续拍，这他妈不是玩命是什么？还有在电影《热烈》里，为了演好那个街舞小子，他练武练到韧带撕裂，疼得站都站不稳。可你听他怎么说？他说疼就对了，说明没偷懒。在如今这个娱乐圈，光靠流量和颜值就能混得风生水起，可真正缺的是这种敢拿命去拼、去磨练自己的狠人。而王一博恰恰就是那个不疯魔不成活的例外，他这股劲儿真不是盖的，一般人真学不来。如果说内娱有个最卷男演员奖，我赌一包辣条，王一博绝对能蝉联好几年，你说是不是？你看看他这些年接的角色，就没有一个是能舒舒服服、轻轻松松演的。热烈里的那个穷小子街舞狂人的是真的下苦功练武，练到浑身是伤，
才能演出那种对梦想的执着和身体的疼痛感。长空之王里的空军试飞员，那可不是穿上制服摆个酷就行的，了解大量的航空知识，体验真实的飞行状态，那些专业的飞行术语、特情处置，他硬是演到连军迷都挑不出刺儿来，直夸他是真下了功夫。无名里的民国特工，那种隐忍复杂的人物内心，他靠一个眼神就能让你觉得后背发凉，这可不是光靠一张帅脸就能混过去的，真不是吃素的。他选的这些角色，没一个好演的，每一个都像是一座等着他去攀登的高山，可偏偏每一次他都能交出一份让人惊艳的答卷。为啥？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着只是演得像，他追求的是活成那个角色，他把演戏当成了一种修行，一种体验不同人生的方式，这是真下功夫啊，不是玩玩而已。当别的艺人还在为了能在热搜榜上多待一会儿而焦虑的抓耳挠腮的时候，王一博这哥们儿已经悄悄地干成了2件让很多人望尘莫及的大事儿，你说这气人不气人？第一件，他用自己的专业能力，硬生生地征服了好多圈子里的圈里人。街舞圈的专业舞者们提起他，都得竖大拇指。军迷们看到他在长空之王里的表现，都得说一声服气。那些玩户外、搞探险的，看到他在雪山冰川里的身影，也得心生敬意。这可比那些虚头巴脑的流量强多了，真金不怕火炼。第二件，他用一部部有分量的作品，比如那部拿了国际大奖的纪录片，彻底打破了很多人对他流量偶像的固有偏见。他一步一个脚印，走的都是别人觉得不可能的路，从偶像到实力派，再到国际认可的探险者，他一直在拓宽自己的边界。更绝的是，他连商业价值都玩出了新高度。那些顶级的时尚品牌，像吕、香奈儿，还有代表探索精神的 Discovery 频道，都抢着找他合作。为啥？不就是看中了他身上那股子代表着 Z 世代的硬核精神和不设限的探索劲儿吗？这不是绝了？你再看看他的粉丝，受他的影响，好多人都去学街舞了，有人甚至开始考飞行执照，还有人跟着他去挑战户外极限，这才是真正的顶流该有的样子吧？不是靠热搜活着，而是活成了一种精神符号，活成了别人想成为的样子。有人说王一博消失了，听着怪不是滋味的，好像他停滞不前了一样。他哪是消失啊，他只是换了个更大的场子继续撒欢，继续疯而已，懂我意思吧？他不是在逃避，而是在寻找更大的挑战，更辽阔的旷野。在这个恨不得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年代，他偏偏选择了那条最费劲、最没人走的路，不炒作话题，就硬碰硬的拼实力，不待在舒服窝里，就往没人的地方闯，去体验那些普通人触碰不到的世界，去挑战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极限。或许他用自己的经历，正在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别老盯着那些转瞬即逝的顶流光环了，那玩意儿就像烟花，虽然绚烂一时，但很快就消散了，保质期短的可怜。真正能让你立足，让你发光，让你永远不被时代抛弃的，是那种把自己玩成顶级玩家的本事和劲头，那种对专业的不懈追求，那种敢于挑战未知、突破自我的勇气，那玩意儿永远不会过时，你说对不对？娱乐圈这片光鲜亮丽却充满浮华与变幻的舞台，从不缺顶流，但真正能从顶流蜕变为顶级玩家的寥寥无几。王一博这个曾被定义为流量小生偶像艺人的名字，如今已然撕开标签，以不可逆转的速度朝着更高维度的存在迈进。过去几年里，他没有频繁出现在综艺刷脸，也没有一味迎合商业市场的套路化需求，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是那个不被定义的人。从舞者到赛车手，从演员到商业代表，他以惊人的执行力与艺术探索欲望，打破娱乐圈的既定轨道，开辟了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回望王一博的成长轨迹，他从来不是那种靠话题度出圈的艺人，他更像一个沉默的工匠，在万众瞩目中
依旧保持低调与坚定。他不喧哗，不浮夸，用一部又一部作品，一场又一场赛事，一场又一场品牌联动，让人们看清楚，他不是偶然走到今天，而是靠着一颗野心与强大的内驱力，一步一步走到了一个所有人都不得不仰望的位置。当顶流成为身份象征时，王一博却悄悄在筹谋自己的下一盘棋。他没有被短期热度裹挟，反而在众多机会面前选择了更难的路，比如出演《无名》这种类型深沉、节奏缓慢的谍战片，挑战对演技与情绪控制要求极高的角色；比如放弃频繁曝光，潜心拍摄严苛的动作电影《维和防暴队》；比如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铺垫的前提下，独自前往北欧拍摄极具实验感与艺术性的新广告大片。这些选择在流量至上的娱乐圈里是逆流而行的，但他毫不动摇，反而因特立独行而愈发耀眼。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与海莉·汉森 （Helly Hansen） 的合作。当其他艺人仍在频繁更换代言品牌，试图多而广地提升商业价值时，王一博选择了一条与自身气质深度匹配、品牌历史厚重且具国际视野的合作。他不仅是形象代言人，更是在创意表达、影像构思中亲自参与的叙述者。拍摄的大片中，他不再是那个高光灯下的偶像，而是一个真正融入冰雪山海、对自然与人文有独特理解的旅人、玩家。这种内敛却张力十足的表现力，不仅刷新了品牌认知，也再次将王一博这个名字镌刻在国际时尚与户外领域的黄金位置。王一博之所以被称为顶级玩家，是因为他不是娱乐产业的棋子，而是那个懂得设局、善于破局的执棋人。他的职业选择背后从来不只是喜欢2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精密的判断力和对未来走势的清晰认知。他知道自己所处的是怎样的舞台，也清楚如何通过多元化的身份——演员、车手、舞者、品牌合伙人，乃至文旅代言人，构建一个坚不可摧的全新格局。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明星的光环，更是跨界融合、文化输出与年轻一代自我实现的综合表达。这就是为什么说，如今的娱乐圈已然跟不上王一博的脚步。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流量扶持的艺人，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一种爆点维持热度，反而是他自己已经成为一种热度的源头，一个具备战略性思维、审美高度与行动力的复合型艺术家。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对自我深刻认知与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之上。也正是因为这种罕见的自律与格局，他赢得了无数品牌的青睐，更赢得了观众真正的尊重与信任。未来的王一博会在哪里？我们也许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他或许将进军更高级别的电影制作，或许会继续深耕赛车，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性人物。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停留在被定义的边界，而会继续探索、打破、重塑，成为一个无边界的存在。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仿佛是在提醒大众，真正有实力的人不需要追赶风口，因为他本身就是风口。在这个流量意识、舆论多变的时代，王一博的存在像是一股逆流而上的力量，安静却坚决，温和却强大。他不争不抢，却总能精准出击；他不喧哗张扬，却总能成为焦点。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娱乐圈产物，而是一个拥有主线、方向和未来的人。他不怕慢，就怕不清楚自己要去哪；他不怕孤独，就怕没有价值的热闹。他是那个清淡如水，却浓烈入心的存在，是这个浮躁时代中难得的清醒者、实践者和引领者。写到最后，想对所有关注王一博的人说，如果你曾因为他的冷静与克制感到距离，那是因为他不想讨好；如果你曾因他的沉默与专注而质疑热度，那是因为他更愿意用行动证明一切。请你放心，他一直在路上，也一直在长成那个最理想的模样。
他未必属于所有人，但他一定属于那个认真看他、懂他的人。他也许不说话，但他的作品、态度、选择早已胜过千言万语。王一博正在成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而我们只需要继续见证，就足够幸运。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